美国一位陆军少校分析解放军新型直升机穿越台湾海峡的可行性。那么他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前少。近日，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中国海事研究所发表了美国陆军少校汤姆·福克斯的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里，这位陆军少校重点分析了解放军的直升机部队在统一台湾行动中的潜在作用和任务。他讨论了两种可能的情况。在第一种情况下，解放军将同时使用几乎所有的直升机来压倒台湾的防御，并迅速地逼迫台湾地区当局投降。在第二种非常规的情况下，解放军的直升机将冒险对台湾本岛及周边岛屿发动突然袭击，从而达成突袭的目的，同时还保留一部分战斗力执行后续的行动，以完全压制岛上的台军。作者称，自2017年以来，中国解放军的海军陆战队经历了大幅度的扩充，从2个旅增加到了8个。这些努力背后的主要动力是希望将海军陆战队建设成为一支能够在短时间内在大多数环境下作战的远征部队。然而，这位美国陆军少校指出说，中国海军陆战队似乎并没有针对台湾进行传统的2栖登陆训练来强化自身。这支部队要比负责对台作战的解放军陆军的集团军规模要小，美国旅有多种类型的营，不适合大规模的登陆作战。与解放军的航空旅相比，海军陆战队航空旅单一，缺乏近距离的空中支援，空中突击营的数量仍未确定，提供的垂直包围能力呢也非常有限。更重要的是，中国海军陆战队不断扩大的使命集中在海外，因此解放军海军陆战队本身不会是解放台湾的主要力量。因此他认为，解放军如果进行跨海作战，依然要依重于陆军航空兵装备的大量直升机。据该智库统计，2011年中国解放军拥有207架米17和直8突击直升机和136架直9和直10攻击侦察直升机。10年后，解放军目前拥有278架米17、24架直20、111架直8、234架直9、120架直19和150架5直10。虽然进步很大，但总体来说数量仍然非常有限。当然，这个数据是美国人自己搞的，是否真实我们不得而知。那么现在讨论第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解放军在台海发生冲突时，投入全部直升机用于对台登陆作战和火力掩护。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存在着2种结果。如果能在前期的火力打击时摧毁台军绝大部分的地面防空火力，那么这种激将作战方式就有可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战果，甚至有可能直接逼迫台湾地区当局投降。当然，如果前期的火力打击和压制不够，直升机本身非常脆弱，解放军有可能使用地对地导弹、超远程火箭炮、长航时无人机对台湾岛上的各种各样的军事目标进行火力打击和压制。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出动大规模直升机降落在台湾，是一种比2栖登陆更快改变战场态势的手段。第二种可能是解放军的直升机不作为登岛作战的主角，而是负责发动奇袭，出动的规模不大，但是可以长期执行作战任务。由于台军装备有大量的毒刺防空导弹，对解放军的直升机的威胁非常大，奇袭可能让台军猝不及防，但是同样有可能给解放军的直升机造成重要损失。那么这位美军少校他的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值得我们参考。解放军未来几年可能还会大量的列装运输直升机，比如说直20、直8L
等国产的机型。一旦这些国产机型成熟，那么装备数量就有可能大幅度的提升，中国人解放军直升机机群就有可能在武统时发挥出巨大的作用。直升机部队作为一个飞翔的陆军兵种，只要发挥其机动性好、速度快、火力强等特点，同样可以为两岸的统一做出重大的贡献。而且随着技术的提升、技术的成熟，解放军直升机部队的作战能力还会进一步的提升，无论是火力压制能力还是运输能力，都会不断的增强。这就为今后的统一大业奠定了一个方面的重要基础。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